1.2万朝鲜炮灰兵北上参加队伍战争。今年来首次参战，比尔摧毁胡塞武装地下基地。辛瓦尔确认被击毙，以色列下一步是宣告胜利还是继续战争？乌军再度攻入俄罗斯，占领比尔格罗德一地。乌军新军舰完成出海测试，挪威移交6架 F-16战机，欧美加大对乌克兰能源支持。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在朝鲜炸毁与韩国接壤的公路和铁路，将韩国列为敌对国家之际，泽连斯基10月17日明确表示，约1万名朝鲜士兵将帮助俄罗斯对乌军作战。次日，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表示，约1.1万名朝鲜士兵正在俄罗斯东部接受训练，其中首批2600名朝鲜士兵将于11月1日前往库尔斯克地区。同日，韩国国家情报院证实称，朝鲜士兵确实在俄罗斯受训。韩国预计朝鲜向俄罗斯派出4个旅，共计12000人参加队伍战争。韩国国家情报院表示，朝鲜士兵目前驻扎在俄罗斯东部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乌苏里斯克、哈巴罗夫斯克以及布拉戈维申斯克，并称俄军已向朝鲜士兵发放了俄罗斯的制服、武器和假身份证，试图将其伪装成萨哈共和国和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居民。此外，韩国国家情报院18日还发布了俄海军运送朝鲜特种部队士兵抵达俄罗斯的报告。据报告显示，在10月8日至13日期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用击艘舰艇将大约1500名朝鲜特种部队士兵从朝鲜的青金、咸兴和乌水丹运送到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并强调称，朝鲜将很快会向俄罗斯派遣第2批军事人员。从援助炮弹、导弹到直接派出军队，朝鲜居然没有南下攻击韩国，反而是北上准备前往乌克兰参战。或许这和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签署有关。朝鲜和俄罗斯已经紧密绑在一起，但按照乌俄战场的激烈程度， 1.2万名朝鲜士兵大概只够10天的消耗。最重要的是，朝鲜能帮俄罗斯，那韩国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当然，乌俄战争是否会因此而升级，火力军将持续关注。综合 CNN、路透社等新闻报道，胡塞武装由于在黑海持续袭击国际商船，10月17日凌晨，英美联合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塞纳和北部塞达省等地，其中塞纳遭到6次空袭，萨达省遭到9次空袭。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的一份声明表示，在行动中，美国首次动用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对胡塞武装的弹药库以及5个地下基地发起了精准轰炸，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军事实力以及对周边海域过往船只的袭击能力。据悉，参与此次行动的 B-2 来自美国本土的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同时是 B-2 自2017年1月以来首次执行作战任务。美军为何要大动干戈，出动 B-2 打击胡塞武装呢？首先， B-2 是当今世界上公开的唯一一种隐形战略轰炸机，每架 B-2 能够携带多达20吨的炸弹，且能够投掷 GBU-57这种巨型钻地弹。早些时候，真主党最高领导纳斯鲁拉就是在30多米深的地下堡垒中被以军的钻地弹清除的。因此，美军出动 B-2 打击爱修地道的胡塞武装，那绝对是致命打击。其次， B-2 能在空中不加油的情况下持续飞行 1.2万公里，空中加油一次，航程则可达 1.8万公里，具有全球到达和全球摧毁能力。结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表态，即美军有能力打击敌人远离美国的设施，无论这些设施藏在多深的地下，或是经过如何的加固，美国会毫不犹豫阻止敌人针对其地区伙伴的袭击。因此，美军出动 B-2 大概率就是向伊朗传达，在接下来对以色列行动中，美国只能容忍伊朗采取有限行动。而在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也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会对其袭击行为付出代价。胡塞武装对于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支持立场不会动摇。以色列重新启动在黎巴嫩的地面推进，深入打击真主党武装。据24媒体报道，截至目前，以军占领了黎巴嫩南部至少9个真主党城镇，并控制了从梅斯贾巴尔到卡特蒙的全部边境。同时，以色列国防军第98师还扩大了黎巴嫩东南部的清理行动。据17日战役地图显示，以军的清理行动已经从以色列的米加拉夫阿姆向西扩展到马贾尤恩、塔拉提奈、马尔卡巴的郊区。以色列空军则在持续摧毁真主党的武器仓库。据 ISW 报道，以色列空军17日对黎巴嫩南部的150多个真主党目标进行了空袭，包括武器库、火箭发射器、隧道网络和军事建筑，并清除了真主党的宾特·朱拜勒营指挥官侯赛因·穆罕默德·阿瓦达。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是，哈马斯现任最高领导人辛瓦尔遇袭击中身亡。据以色列媒体10月17日报道，以军在对加沙南部拉法附近最后的哈马斯基地发动炮击和空袭时，意外击毙辛瓦尔。目前，以军已通过现场被击毙之人的面部特征、手表、牙齿等初步判断是辛瓦尔，随后又通过 DNA 检测，这才确认辛瓦尔被击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在18日的视频讲话中证实，辛瓦尔已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被击毙。从汉尼亚到戴夫到辛瓦尔，哈马斯6名领导人全部被杀死。躲在卡塔尔的哈马斯领导人已成不了气候，因此内塔尼亚胡向哈马斯、加沙平民以及以色列民众喊话，要求哈马斯立即放下武器投降。他表示，如果哈马斯放下武器，归还被扣押人员，战争明天就能结束。那么以色列下一步是宣告胜利还是继续战争呢？目前，美国要求以色列把辛瓦尔之死视为关键胜利，重启陷入僵局的停火谈判，但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却遭到一些人的反驳。如以色列财政部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安部长本·格维尔，他们驳斥了美国有关辛瓦尔之死为结束战争提供机会的观点，并呼吁加大对加沙地带的军事压力，从而证明军事手段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大家觉得以色列会如何选择呢？据俄方消息来源称，在莫斯科附近俄罗斯格鲁乌特种作战部队训练中心的副指挥官尼基塔·克罗科夫遭到不明人员袭击，身中8枪而被清除。同样还是在莫斯科，距离克里姆林宫仅37公里的切卡洛夫军用机场再度突发大火，一座行政大楼被大火吞没，目前还不清楚起火的原因。而在前线战场，就开源情报报道，乌军第3旅越境攻入俄罗斯，占领了比尔格罗德的茹拉夫缪夫卡村，这是继库尔斯克之外，乌克兰最新攻入的又一块俄罗斯土地。外界分析认为，这一次乌军发动的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突袭，背后很可能藏着深层的战略部署。毕竟俄军目前在库尔斯克正发动第2次反击战，集结了大量兵力，而俄罗斯其他边境的防御就不可避免的有所空虚。乌军此时奇袭比尔格罗德，很明显是为了测验库尔斯克，甚至一旦在该地区取得进展，乌军就能切断俄军在哈尔科夫、利普奇以北的主要补给线，进而影响乌东战局。那么乌军在成功占领茹拉夫缪夫卡村后，接下来是否会进一步突击，甚至在比尔格罗德建立缓冲区，火力军将持续关注。至于库尔斯克前线，受连续阴雨天气影响，乌俄双方在库尔斯克的战斗频率开始降低。但无论天气多么恶劣，乌军都要将俄155旅彻底消灭。据俄军事频道披露，俄海军陆战队第155旅目前被乌军包围在新伊万诺夫卡附近，目前战斗正在进行中，具体战况暂不明朗。但早些时候，乌军第95旅确实已经发起了对俄军155旅的猛攻，地点则多集中在克雷涅沃一带。据悉，当时在当地的高速公路上，乌军使用了海马斯火箭弹，连续摧毁了至少15辆俄军的坦克。而乌军之所以会对俄军155旅穷追猛打，主要是因为155旅的俄军射杀了9名已经投降了的乌克兰士兵。此外，乌军第225突击营还罕见地和俄军进行了近距离的坦克对决，随后成功摧毁了俄军坦克，阻击了俄军的装甲洪流。之前乌军都习惯用无人机直接摧毁俄军坦克，这次自己主动用坦克出击，也确实起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据 ISW 报道，10月17日，在俄军持续发动进攻的情况下，乌军夺回了托列茨克市中心 ATP 广场附近阵地，目前正利用街道持续打击俄军。在红军村方向，据17日战役地图显示，乌军首次收复了麦克莱夫卡附近的边缘土地，并持续向红军村以东方向推进。在利希夫卡方向，俄军在其东部夺取了一个水处理设施，想要以此为据点进一步向红军村推进，结果遭到乌军无人机和火炮阻击。俄军连级的机械化攻势被迫，至少2辆 BMP 战车被摧毁。在谢里杜河，俄军在其东郊久攻不下，目前已经调动黑刀师部队前来进攻，具体战况有待进一步披露。值得注意的是，俄军组建的突击小组开始成队作战，即一个小组负责进攻，另一个小组负责后勤和支援。此外，据乌军事观察员称，从9月开始，俄军开始动用观察气球进行空中侦察，以警戒乌军对新罗西斯克港黑海舰队的袭击。而乌军在打击黑海舰队的同时，本国海军也迎来了更多的军舰。据 RBC 报道，由土耳其方面建造的护卫舰盖特曼伊万马泽帕号目前已经完成了出海测试。据悉，该舰不仅成功发射鱼雷击中目标，还进行了直升机降落训练，预计不久就能在乌克兰海域巡航。而且土耳其还对乌克兰海军进行了培训，土耳其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坚决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
与此同时，10月17日，挪威国防部长比约恩·阿里尔德·格拉姆与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在乌克兰北约理事会期间举行双边谈判。乌罗梅夫透露称，挪威将在近期向乌克兰移交6架 F-16战机，如果加上丹麦、荷兰移交的 F-16，乌克兰空军的 F-16战机有望在年底达到20架。据悉，所有向乌克兰移交的 F-16战机都将配备足以压制俄军防空系统的先进电子战系统，甚至一些北约国家都没有。在武器上，移交的 F-16战机将配备 AM-120 导弹、AGM-158 联合空面导弹等武器。据各方预计称，到2025年夏季，乌克兰将组建至少1个中队的 F-16战机，助其重新夺回制空权。在军援之外，欧美还加强了对乌克兰能源的支持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据路透社报道，瑞典方面在访问乌克兰重镇敖德萨期间宣布，将推进一项名为“北欧波罗的海”的能源计划，以帮助乌克兰即将到来的冬季。荷兰也表达了类似的支持，并强调在2025年依然提供援助。而英国则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新制裁。据英国政府称，俄罗斯花费80亿美元组建的影子舰队是俄罗斯逃避欧美能源制裁的手段之一。9月份时，英国针对参与俄罗斯石油贸易的受制裁船只数量就已经达到25艘。而在10月17日时，英国又对另外18艘俄罗斯油轮和4艘液化天然气载运船实施制裁。报道称，这些船只将被禁止进入英国港口，也无法使用英国海事服务。而受制裁的俄罗斯油轮总数也达到了43艘。据称，这些受制裁的油轮去年运输了价值49亿英镑的石油。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必须不停地打击俄罗斯的恶意活动。”根据韩国媒体报道，10月17日，韩国海军开始建造第3艘，也是最后一艘正祖大王级驱逐舰，预计将于2027年底交付给韩国海军。媒体表示，韩国该级舰的建造计划最早要追溯到2019年5月，当时韩国以约33亿美元的预算，打算建造3艘同型舰。然而，直到2022年7月，首舰正祖大王号才正式下水，而且目前仍在进行海试，计划在今年11月份正式服役。至于第2艘则仍在建造中。另外，根据韩国公布的信息，正祖大王级驱逐舰全长170米，宽21.4米，吃水6.25米，标准排水量8500吨，满载排水量11000吨，满编成员300人。在动力方面，采用全燃联合动力推进机头，由4台通用电气 LM2500 燃气轮机提供动力，最大航速每小时55公里，海上续航里程1万公里，海上自持力30天。在武器方面，我要配备一门127毫米舰炮，弹造20毫米密集阵近防武器系统，此外还配备有标准2、标准3、标准6导弹，以及诸多韩国国产导弹，例如海星反舰导弹、蓝鲨鱼雷等。外据莫斯科时报报道，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期间，13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同意推进北联计划，即利用现有的商业卫星在北极建立天基通信系统，为部署在该地区的北约成员国提供可靠的多国通信网络。此外，由于俄罗斯与北极接壤，再加上该国近年来加强了在北极地区的军事部署行动，北约早就将北极太空领域列为该组织的第5个战区，并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开设了专门的太空指挥中心。因此，此次的北联计划不将进一步加强北约在北极地区对俄罗斯的防御力度。根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国防大臣希利于10月17日对外宣称，该国将参与欧洲远程导弹计划。媒体表示，欧洲现有的巡航导弹，例如英国的风暴之影、法国的斯卡普、德国的金牛座，其射程大概只有500公里。为了能够研发出一种射程在1000到2000公里的新型陆基巡航导弹，在今年7月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波兰签署了这项欧洲远程导弹计划书。随着英国的加入，更加显现出北约对此类远程武器的迫切需求。而且，除了导弹开发计划外，希利还表示，若有必要，英国已准备好迅速向爱沙尼亚部署军队，以加强北约东翼对抗俄罗斯威胁。根据中时新闻网10月19日报道，美国政府责任署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美国陆军船舰任务可用率过低。按照美军的政策要求，水面舰的任务可用率至少要达到90%，但今年的可用率不到40%。但实际上，自2018年以来，美军水面舰的数量大幅减少，
已从134艘缩减至70艘，舰队规模的大幅缩减，而且影响到该国的战备度，导致部分任务需求难以满足。例如，在美军今年执行的加沙临时码头任务中，因船舰状况不佳的因素影响，导致这项耗资2.3亿美元的项目仅实际运作了20天。另外，根据美国政府责任署的说法，该国水面舰数量之所以减少，当然因为部分船舰老化、零部件短缺或过时，难以进行现代化整修，不得不将其淘汰。其次是因为部分舰艇的修复难度高，导致整体修复进程缓慢，耽误了正常的部署时间。例如，一艘从2018年起维修的登陆舰，按计划本该在2021年完成修复，但由于需要修复的舰艇结构范围较大，导致延期3年才完成修复，并为此增加了超过12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为解决上述问题，美国陆军目前已决定在改善现有舰队的同时，还加大了对现代化舰艇的投资力度，并考虑租赁民间船只以增强现有舰队。根据德国媒体报道，那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一种新型无人机，名为蜂鸟，它由 KNDS 与德莱尔公司合作研发，目前只知道其续航时间为45分钟，能够执行侦察、搜查以及近距离的攻击任务，其他详细数据并未透露。不过，根据德莱尔公司公开信息显示，蜂鸟无人机基由 UX-11型无人机改进而成，因此可将 UX 型无人机的数据作为参考。而其翼展 1.1 米，重量 1.5公斤，能够在2000米左右的高度飞行，最大速度每小时60公里。很明显，与之相比的话，蜂鸟无人机在性能方面必然会更加卓越。另外，按照法国方面的说法，该国正计划采购2000架该型无人机，并将向乌克兰提供100架。而法国之所以要向乌克兰提供这种新型无人机，其给出的理由是先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凯撒榴弹炮出现了战损，想要以此作为后续的战备补充。根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网报道，日本川崎重工于10月17日在东京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上对外宣称，外在2027财年试射名为新 S-IM 的新型反舰导弹。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新 S-IM 反舰导弹的射程可达2500公里，在从敌方防御系统射程之外的安全距离进行打击。除超远距离的射程外，日本还强调了该导弹的隐身能力、机动性和战场生存能力。而且该导弹还可从各种平台发射，例如陆地车辆、舰船和飞机等，能够在不同军种之间提供灵活的部署。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它在射程、形状和能力上与美国的战斧导弹相似，因此其还被称为日本战斧。除该导弹外，日本还对外宣称正在为另一项巡航导弹开发计划拨款预算，并声称该导弹项目建立在12式陆基反舰导弹技术之上，旨在增强该国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其将于2027年开始投入使用，届时将与新 S-IM 同时进入生产和部署阶段。根据法新社报道，10月16日，有消息人士透露，法国将禁止以色列参与欧洲国际海军防务战。随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就此事在 X 平台上公开指责法国总统马克龙。10月18日，法国政府就上述事件进行表态，声称其未曾全面禁止以色列参战，只是要求以色列禁止展示对加沙和黎巴嫩进攻中使用的武器装备。除此之外，在展会上的其他行动将不受限制。根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由于俄罗斯电力严重不足，目前正向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寻求援助。按照俄罗斯设想，若遇紧急情况，希望这2个国家能够分别向其提供300兆瓦电力。媒体表示，俄罗斯之所以会电力不足，主要是因为伏尔加顿斯克附近的罗斯托夫核电站涡轮发动机出现故障，其中的一个发电机组被迫关闭。罗斯托夫核电站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发电站，也是俄罗斯发电量排名前3的发电站之一，为人口超过2600万的南部地区外及北高加索地区提供电力。此次事故已导致俄罗斯南部多个地区停电，例如克拉斯诺达尔、顿河畔罗斯托夫以及卡巴尔达巴尔卡利亚等地区，百度制定了停电时间表，预计约有250万人受到影响。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以色列下一步是宣告胜利，还是继续战争？乌军在比尔格罗德会建立起缓冲区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